各位都说女儿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可是这个小棉袄如果漏起风来，那是真坑爹呀。中国有一个热搜，朋友们惊呆了众人，就是有一个19岁的女孩挪用了家族企业的1700万元人民币的巨款，干嘛了呢？打赏了网络主播和买盲盒了。家族企业濒临破产，这个爹没办法了，把这女儿扭送到公安局了。哎呀，你说这个事儿多么的奇葩吧。20岁女孩挪用自家1700万当榜一大姐，父亲带女儿投案自首。4月20日，50岁的郑州商户朱先生带20岁女儿小朱到会计分局投案。朱先生经营冷链牛肉商贸公司，小朱中专肄业后在公司负责财务。2024年夏，朱先生发现账目缺50-60万，小朱承认用于打赏主播，当时他未追究。2025年11月被获时，他发现公司资金耗尽，经查，2024年7月至2025年11月，刚满18岁的小朱用关联公司资金的个人银行卡，在社交平台消费超1700万元，绝大部分用于打赏2名主播。此事致公司濒临破产，而小朱仍未醒悟，拒绝停看直播及退款。朱先生管教无果，挣扎5个月后选择投案，希望通过法律对女儿进行教育矫正。这个爹心够大的，恐怕财力也够雄厚的。最开始的时候发现50-60万被他这个女儿还是他最早跟前妻生的那个女儿，他可能觉得有点亏欠这个女儿吧，再加上是自己家里人，那用着当会计，那有什么不放心的呀？结果可好，发现了50-60万的漏洞，没在意，结果变成了1700万的大窟窿了，朋友们。哎呀，这个父亲说他坐牢就是10年起出来都30多岁了，但是这1700万是我的身家性命没法跟债主交代只有被定性为赃款才可能追回来。4月20号，河南郑州的朱先生几番纠结带着女儿小梦到派出所投案自首。小梦读了1年的中专就辍学了，你想想，就这么一个连学习都学不进去的孩子，你让他当自家的钱袋子。2024年7月19岁的小梦开始陆续挪用公司的资金，在直播间打赏、购买、拆卡、盲盒，截止到2025年11月，累计盗用挪用1700万元，成个多个直播间的榜一大姐了。哎呀，朱先生说他的档口基本上已经破产了，外边欠着几百万的借款。这个女儿呢，依旧天天沉迷在手机里，之前联系过相关的主播，人家不同意退钱说我现在担心最后孩子坐牢了，钱也没办法追回来。4月20号，涉事主播所在的杭州的帅酷 MCN 公司的员工表示，此事直接联系平台，不用联系我们。涉事直播平台则表示，如消费者涉及违法行为，平台会依法配合相关的部门调查处理。朱先生今年50岁，他小学3年级没读完就辍学了，至今呢识字不多。经过30多年的打拼，前几年到处筹钱，在农贸市场开启了一家就是冷链档口，就是后边有一个冷库搞这玩意儿的。他说呢，他与妻子早年离婚后重新组建家庭，女儿小梦呢跟着他生活。2020年，小梦中专1年级读完之后就辍学了。他说我自己没文化，之前是找别人代管账目。2021年，小梦16岁开始学着管账，心够大的。2023年注册成立公司，把公司的资金也交给他管理。他常常坐在档口里边刷手机，有人靠近就把手机扣在桌上，没有人知道他具体在干什么朱先生说2024年的夏天，他曾经发现账目异常，询问得知小梦曾经给直播间陆续打赏过50-60万元。他说他知道错了，跟我说要改，我想的是自己的闺女肯定不会害我，就没有换人管账。朱先生说那段时间呢，档口积压了1万多件货物，也没有什么大额的进货需求，他也就没及时发现
资金流动异常。2025年11月，朱先生准备大批采购一批货物找小梦支取资金，却被告知账上没钱了。朱先生去银行打印账户流水，发现从2024年7月到2025年11月，有1700余万元被支付给某直播平台了。大部分资金都是公司的账户转到小梦的账户完成支付，还有部分是从朱先生的个人账户转出后支付的。他在好几个直播间都是榜一大姐，打赏了近1100万，另外600多万是玩拆卡游戏花完了。所谓的拆卡就是网友在直播间购买整盒的卡通卡片，主播在直播间现场拆盒，拆出高等级稀缺卡片，可以折现变卖供玩家收藏。记者看到呢，因为小梦是优质客户，有卖家还专门为他拍了一期拆卡的视频，评论区数百条留言全是夸小梦你太帅了。朱先生提供的银行流水显示，2024年7月之前，小梦的若干次消费单笔的数额在数十元到1000元之间。7月17号开始频繁出现单日数十次的高频率的消费，其中7月24号消费33笔，累计37200元；25日消费32笔，累计23000元；26日消费37笔，累计24000元。截止到2025年11月底，小梦基本上维持着这样的频率和数额，一天造好几万。大部分时间他是早上8、9点钟开始消费，持续到晚上11点钟结束，偶尔一些日子里出现了早上5点多、夜里1点多也有消费的情况。最频繁的一天单日消费次数达到57次。2024年下半年开始，单笔的消费超过1万元的次数越来越多，多次出现3万元、4万元、5万元的单笔大额消费，其中2025年的3月、4月多日单笔消费都超过了16万元。2025年4月17日最大的一笔消费到了10万元，当日累计消费达到了14.64万元。这些消费均是某直播平台或该平台的商户。哎呀，朱先生告诉记者说，收款方为直播平台的款项均是直播间打赏，收款方是商户，是购买拆卡盲盒。春节前呢，家人呢曾经以诈骗案报警，主播们同意退还部分资金，但后来他们可能觉得够不上诈骗罪，又不同意退款了。小梦至今还成天抱着手机，家人曾试图没收手机，他以自杀威胁，他说坐牢也无所谓，但追讨钱款的时候，他有一个关系密切的网友，他在他那儿消费了50多万元买卡片，希望我不要找这位朋友追款。说这个小梦为何沉迷在直播间无法自拔呀？朱先生说自己文化有限，忙着跑生意，与小梦沟通较少，前期也很少管孩子。小梦可能在家庭中有情感缺失，那些主播网友都捧着他，陪他聊天到深夜，求他帮忙冲业绩，他可能觉得比较享受这种感觉吧。他说呢，小梦在 SK 之江路107团播直播间打赏的金额最多，特别是给团成员江某某胡某某的打赏。在与江某某几个月的聊天中，两个人几乎都是睡醒打招呼，凌晨说晚安，期间聊日常琐碎、职场八卦、团成员的 CP 以及装扮问题，各种话题。一段时间江某某回复信息不及时，未主动发视频给小梦，小梦态度转为冷淡，几次表示不再想联系了，要删除微信，指责你们团里的其他人都回复我了，就你不回，不如我换一个人刷。江某某反复解释道歉，连续几天主动发信息，分享琐事，分享个人视频，请求俊宝理我一下。后来小梦指责江某某隐瞒与其他女生的关系，指责江某某哄自己帮忙刷票。江某某几次道歉，表示已经被公司约谈了，愿意给小梦写道歉信、买礼物。与胡某某聊天同样是早晚问候，日常以老婆、宝宝之类的称呼彼此。小梦刷票以后，对方会反复感谢。认识1周年的日子，对方发了1周年快乐。对方曾在考核期发信息求助。聊天中，小梦也曾埋怨对方大忙人抽空才回复我一下。那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定性呢？
律师说呀，说这个19岁的女生挪用1700万打赏，家长能如何追回欠款呢？直播平台和 MCN 公司及主播本人是否有义务退钱呢？4月20号上午，记者分别联系了这些涉案人，通过这个杭州帅库 MCN 的官网，记者邮件未获回应。天眼查信息显示，该公司成立了多家传媒类公司。一名工作人员表示说，不用联系我们，直接联系平台吧。涉事直播平台表示无法甄别消费者资金来源的性质，如果资金涉及违法行为，会配合调查处理。律师认为呢，这个小梦已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其行为呢涉嫌职务侵占罪，1700万属于数额特别巨大，量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是无期徒刑。如果证明他仅是暂时挪用，有明确的归还意愿，则可能涉嫌是挪用资金罪，量刑呢3到10年的区间。即便是属于近亲属间的犯罪，取得家属的谅解，也仅能酌情从宽，无法免除刑事处罚。这笔钱绝非泼出去的水，家属可以通过刑事报案和民事诉讼确权的方式来维权。这1700万如果定性为赃款，这些主播有拿分成的公司，从中收取费用的直播平台均负有返还的义务，主播需要全额返还。MCN 与平台存在着未落实实名认证，未对异常大额打赏做风险提示，放任主播诱导消费者过错，还要承担连带返还责任。即使部分的款项已被消费，法院也会责令退赔。小梦的行为呢，更接近职务侵占罪，是吧？那这个金额属于特别巨大，2个罪名的量刑都是10年以上。从本案看，他把钱都挥霍了，拒不配合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客观上有间接故意。如果说主播 MCN 直播平台拒绝协商退款，家属只能走刑事途径，把小梦送去坐牢，才可能把钱拿回来，时间会比较漫长，具体金额的认定可能也会有偏差。部分钱款是从父亲朱先生的个人账户转出后支付给直播平台，可能会涉及到盗窃罪，而盗窃罪的刑罚比较重，达到50万元以上就是起刑10年，2罪并罚的话，量刑可能到15到20年。服刑20年的话，这个小姑娘的一生就毁了这要看她的家庭态度。主播 MCN 直播平台同样面临选择，如果定性为赃款的话，3方都要全额退款，他们也要考虑是提前协商退款，还是等刑事程序走完后再退款呢？这个事情呢，也引起了中国有关部门的这种警惕。以后再无榜一大哥。网信办重拳整治网络直播打赏，平台未经同意不得公开展示打赏消费数据，不得单纯以打赏金额排名引流，禁止向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16周岁以上需监护人同意或核验收入，妥善处理未成年人打赏退款，定期曝光典型案例，警示网络主播加强自律，引导用户理性消费。这个做的呀，也是远远不够的，它毕竟有漏洞可钻所以说这个小棉袄可以堪称目前最坑爹的小棉袄了。这个小棉袄值1700万人民币，点个订阅吧，咱们下集再聊。